大家注意看，一身腱子肉的这个男人正在练拳。这时，妹妹走过来说：“哥，我又看上一男的。”自食其力。耀儿去商店买口香糖，老板找钱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让人生畏的人进来，视线不由得一紧，嗓音也跟着紧涩了很多。您来点什么？跟他一样。耀儿往旁边斜了一眼，从下到上的打量着这个充满金属印度面孔的男性。妖看得出神，被老板找零钱叫回了神。耀儿拿好找回的零钱，大步往外走。哎，先生，您的口香糖。耀儿刚要转身去拿，就见男人拿着走了过来，跟着把东西塞在了脖梗间。大粽子的步速惊人，耀儿还没来得及说声谢，他已经上了车。谁那么是个？回家的路上，堵车高峰期，耀儿摇下车窗，本想透透气，结果正撞上从旁边车窗射过来的2道黑森森的视线。耀儿胸口一震，是买口香糖时碰到的那个男人。开车不看路，你他妈看我干什么？巧啊！说完，迅速把车窗摇上，不往旁边看了。其后的几天，大粽子每天定时定点来找耀儿。夜晚，大粽子竟然尾随到家门口。喂，我被一个悍匪盯上了，随时可能有被绑票的风险。数日后，耀儿请了10几个保镖护送自己，走在一条安静的街区，突然停车。很快，尾随的车也停下来。大粽子朝耀儿看过来，妖指挥保镖说：“把那人给我拿下。”大粽子在车里从容淡然的观战，没想到这细皮嫩肉的倒真有2下子。大粽子下了车，想着试试妖儿的身手。妖儿别说打了，根本就进不了袁纵的身前，被袁纵像沙袋一样灌来灌去，像大人打小孩一样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今儿咱把话就说明白了，你是报仇还是勒索？给个痛快的！我妹看上你了。啥？袁如。足足1个礼拜，跟了我足足1个礼拜，我惶恐不安，担惊受怕，追查探究，推理猜测，感情就是过来相人的。你们兄妹俩都是神经病吧？告诉你们，没戏！妖儿走后，大粽子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。接上回，妖被跟踪1个周，发现是被相人，对这个大粽子开始好奇。第2天到了单位，就让同事查人。是说袁如的哥哥？袁纵之前是特种兵，后来转业创建了一家保镖公司，现在在业内非常有名气。据说他们公司的保镖业务素质相当的强，几乎全是给明星或者政要做私人保镖的。怪不得他车上那2个人身手那么厉害，原来是职业保镖。好在昨天把话说清楚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就当没见过他这个人吧。吃午饭的时候，妹妹又开始喋喋不休地给哥哥说着妖的各种好。大粽子头也不抬地吃着碗里的面条，没有任何回应。一会，妹妹终于忍不住地说：“哥，求你个事儿呗。说。夏夏喜欢吃甜的，这是我亲手给他做的香草曲奇饼干，你帮我给他呗。”没想到这次哥哥爽快地把盒子拿过来了。妹妹担心哥哥偷吃，又想起哥哥不愿意吃甜的，说：“行，那这事交给你了啊。”大粽子拿着饼干上了车，二话不说就把饼干给吃了。下班后，妖从公司出来，刚想没人跟着真好，就看到熟悉的车停在对面的马路上。怎么会有这么烦的人呢？不是说了没戏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妖气冲冲地下车，走到大粽子的车旁，敲了敲车窗。大粽子把车窗摇下，还没等妖开口，就把那盒饼干递了出去。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。我再说一遍，他的东西我不会要，他这个人我也不会接受，你就让他死了这份心吧。我只管送东西，不管传话。只见妖青筋暴起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行，有本事啊，您就见天这么跟着，我看是你闲还是我闲。”隔天，妖便去坐公交车了，正开心的想着这次看你怎么跟，目光一斜，呼吸就停住了。在不远处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即便大粽子面无表情，妖依旧感受到了他那张冷脸包裹着的狞笑。妖看准时机，在车关门的前1秒钟，提前1站下车了，开心的想这次他就是化成纸片，人也飘不出来了。刚要走，肩膀被一只大手箍住了。我靠！你是踩着人脑袋飞出来的吗？你下错站了。
老子用你提醒的。哥们儿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本来我对你的印象挺好的，以为你是条汉子，可你怎么就没有主心骨呢？怎么老让你妹妹摆布你呢？我劝你啊，该干嘛干嘛去，老瞎掺和啥？你要是条汉子，你要是不想让我瞧不起你，明儿个您就别来了。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。有多远滚多远！然后扭头就走了。第二天要骑山地车出行，衣服被风吹起，露出8块腹肌，车里的女人忍不住把目光抛向车窗外这抹转瞬即逝的身影。我靠，太他妈帅了！为了躲避大粽子妖，开始骑自行车上班。路上又发现了那辆熟悉的车。到了一个路口，妖看到一条狭窄的小路，扭头说：“开进来呀，卡不死你！”大粽子的车在路口停下了，结果妖发现前方施工，又掉头回来，刚蹬了一下，链条断了。老子偏不回头，老子宁可推车回去，也不能不搭你的车。于是妖一扛着车走回去，妖把车扔在了花丛里，顺带送了一句气壮山河的怒吼：“别你给脸不要脸啊！”骂完直接走人。大粽子嘴角甩出一丝笑，看了一眼自行车。晚上妖躺在床上想着明天找人借点钱，再去买一辆。结果第二天一早，妖刚出门就看到那辆山地车立在门外，车链子已经修好了，砸坏的部分也修好了。妖不由得冷哼一声，总算办了件人事儿。接着把车子推回了家。多才多艺的妖今天踩着轮滑去上班。妖到办公室把轮滑鞋直接放在眼皮底下，心想这回看你怎么动手脚。结果晚上睡觉，妖去拉窗帘的时候，被窗口出现的一张脸吓得后退3尺。滚！怎么会有这么死心眼、死皮赖脸的人呢？一个礼物，至于吗？你就直接扔了，回去告诉你妹，东西已经送到，不就完了吗？天一亮，妖给复读机换了2块新电池，放在了鸟笼子上面。滚蛋！滚蛋！晚上妖开心的给鸟喂食，鸟不停的在说滚蛋，妖唇缝里哼出几个字：骂不死你。训练场上休息时间，大家对近期大粽子的行为进行议论。咱袁总最近忙什么呢？你没听说呀？咱们袁大美人最近又看上一小伙子，长得特帅，才24岁。完了，又一大好青年要被废了。啥意思啊？你没听说吗？但凡让袁如看上的男人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咱袁总啊，为了不让他吃亏，得从头到尾盯着，但凡有点迹象，都得咔嚓掉。妹妹拿着一罐专门找饲养师配的，吃了能让辽哥嗓音更加嘹亮的饲料过来，让哥哥给送去。大粽子二话没说，直接把那个饲料拿了过来。大粽子把妹妹给他的那些饲料全都喂给了自个刚买的鸟，然后教鸟说不管。下午妖回到家，听到欢腾的鸟叫声，开心的打开门，发现滚蛋，滚蛋，快滚蛋！欢欢，欢欢。晚上妖就躺在卧室里等阳台处传来动静，他一大步跨过去，掀开窗帘。行啊，你背心歪了。拿来。什么？你妹要送我的礼物。现在你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还是看完再扔吧，也没白受这几天的气。话接上回，妖终于接受了袁如的礼物，想着看看里面的东西再扔，结果妖被气得冒烟儿，把东西扔床上，打开窗户看大粽子还站在那说：“行，没走正好，回去告诉你妹妹，我想和她见最后一面。如果她还想在我这里留下个勉强还算不错的印象的话，就奉劝她别穿超短裙来。”哥哥告诉了妹妹这个消息，妹妹激动坏了。大粽子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你还是先想想穿什么吧。”哦，对哦，对哦，我穿什么呢？我穿什么呢？袁如走进她的衣帽间，找来找去，把那件超短裙拿出来了。大粽子在旁边看了半天，说：“就这件吧。”看到袁如穿着超短裙来了，把妖唯一那点儿恻隐之心全都磨灭了。你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？折腾到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烂，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。你的意思，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我了呗？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妖气得牙痒痒，好一阵才挤出一句话：“
我有一个致命的缺陷。有缺点怎么了？我也有缺点啊。谈恋爱不就是相互包容、相互磨合的过程吗？你就是又脏又懒、脾气又差，我也愿意疼你、宠你、惯着你。你就是被人泼了硫酸、毁了容，我也愿意陪你到天长地久。你就是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，我也愿意伺候你一辈子。我要是性无能呢？你说啥？我秒射，我3秒男。袁如猛地一惊，这样啊？那啥，我还有事儿哈，就先不跟你唠了。咱俩的事就先这么着，我也不是什么正经女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说完便逃出了咖啡厅。第二天，妖走进办公室，看到小辉和张甜2个人正津津有味地凑在一起看视频。啥呢？采访大舅的视频啊。袁总，你大舅子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大舅子现在可是全国10大杰出企业家之一啊。就他哪儿杰出了？死皮赖脸杰出，歪门邪道杰出，还是猥琐变态杰出？他们公司在各个救助机构已捐了好几千万了，而且在之前微博疯传的为救患儿不惜变卖器官的那个困难家庭，最后就是他们公司给出的全部医药费。那是他们公司有钱。话虽这么说，可妖心中还是挺震撼的。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，是我爸把我和我妹拉扯大的。怪不得对他妹夫的事这么上心啊！感情从小父母双亡，就剩这么一个妹妹了。张甜扭头让妖应了这桩亲事，妖斜了他俩一眼没说话。下班后，妖刚上车，就发现有一群人在绑架一个女人，立马冲了出去，拉着被伤害的女孩就往外走。这时，我靠，不会是套路吧？别管了，赶紧走！结果妖寡不敌众，为了不让车门关上，妖死死把住被人用车门卡的青筋抱起。妖被甩下车，幸亏大粽子及时赶来，从车下就走了。妖2人爬起来就追赶绑匪，妖舍命死死抓住高速行驶的车子，绑匪害怕出人命，就把人给放了。回到家后，妹妹说：“哥，我感觉我还是忘不了他。今天夏瑶出现那一刻，我感觉像做梦一样，整个人都快上天了。”早点睡吧。刚要睡着，灯突然灭了。妖被一个精壮的身躯压在了身下，不能动弹。他想骂人，却被大粽子捂住了嘴，心想：我靠，什么情况？难道他不是为了他妹妹，是为了他自己？老子虽然对女人的腿有心理阴影，但老子是直的呀！突然窗外有动静，大粽子几乎是眨眼间飞出窗口。妖瞬间反应过来，急速奔至窗口，却打不开门。雨中大粽子正和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打斗。经过一番打斗，大粽子把失去意识的歹徒扔进后备箱，处理妥当后，大粽子朝妖的卧室窗口走去。人呢？被我绑上，明个一早送局子。您为什么把窗户卡死，不让我出去？怕你淋着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我妹心疼你。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干，我就会对你妹有所表示。感情这种事是不能勉强的。妖话还没说完，就见大粽子消失在雨中。第二天，妖正在玩游戏，旁边突然来一嗓子：“大家好，我是张世伟。”妖无数次想把这只鸟送给别人养的念头。妖接电话时，扫到大粽子的人影，迅速挂掉电话。回来了。莱阳梨，特产。我家有的是梨，而且都是特供品，纯天然无污染。谁要你这破梨？哎，你拿了。你不是嫌我这梨破吗？老吃好的也不行，偶尔也得吃吃你这个破的，改口啊！拿来。大粽子拿着水果刀把梨削好，递给他。你吃不？你吃我分你一半，反正我也吃不完。梨是不能分着吃的。吃，还挺迷信。说完，让大粽子把鸟赶紧拿走。你不是挺喜欢鸟吗？我是喜欢鸟，但我不喜欢你的鸟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太大了。带着你的鸟，麻溜走人。妹妹来找哥哥，想要出去找妖玩，就听见大粽子自信地说：“你不用去找他。”啊？他自己会找上门的。中午，妖回家发现他的辽哥腿米了，蔫了吧唧，怎么斗都不吭声。妖去市场又买了只鸟给小黑作伴，结果小黑一点都不待见他，
无论旁边的大辽哥怎么套近乎，他都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。于是给大粽子打电话说，带上你的鸟来找我。不一会，大粽子便提着鸟来到了妖家门口。让我把这只鸟提来干嘛？我们家小黑稀罕它，离开它不行。我现在决定收养你这只鸟，给个价不？不卖。你不卖啊？我直接拿走。要不这样吧，以后每天我让它来这儿陪你的鸟玩会儿。它要是自个儿能飞过来，我没意见。妖转身一个飞踢，大粽子接招和妖简单比划了2下。花拳绣腿。你们公司最近还招收新学员吗？不招了。总之你别去。我怎么就不能去了？我就去。大粽子的这招欲擒故纵，非常奏效。第2天，妖就去了大粽子的公司。大粽子从外面回来，第一眼就落在了妖的身上。这个是我今年新招收的学员，把钱给我退了。退了？合同都签了，而且我已经体检过了，全方面达标。体检？什么时候事儿？就刚才啊，我刚才给这小子拽到体检室去，把他脱得光溜的。一开始他还有点不好意思，我说都是大老爷们儿，有啥的呀？你说是吧？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体检？你要是再早来个3分钟。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怎么因为个体检的事就跟我急眼了？平时也没有过呀。大粽子看着妖脸，不自觉地回温了。大粽子要亲自给妖授课，妖不想借口说想和大家一起集体授课，说完便去找施教官。语音干啥呀？艺术大老爷们儿，谁不知道谁呀？啊！大家注意看，妖把自个的衣服脱下来，换上保镖特训服，把自己的衣服叠放平整后搁到储物柜里面。简单一个动作就能看出此人多么注重形象。训练中，施教官让2人一组，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制服对方，进行抢布条。口哨声响起后，妖飞速转身，第一个抢到布条。一个学员不开工不发力，专门撕扯妖的衣服。妖气得怒骂一声：“别他妈拽了！干嘛呢？他拽我衣服。昨天是你亲口答应我的，要跟这些保镖一个训练标准。那我告诉你，施教官学着大粽子的口吻说：“身为一个保镖主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，你的个人形象是次要的。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保镖，必须要有个人形象上的牺牲。”说完，大手拽住妖的领口说：“因为你是袁总教官的妹夫，所以我必须得对你更加严格。”谁是他妹夫？我不管。大粽子站在远处看到这一幕，心里不是个滋味。接着在泥塘训练，施教官又说：“因为你是袁总教官的妹夫，所以我必须区别对待你。走得帮我快点儿！”好不容易训练结束了，所有人都解散了，施教官单独留下妖。罚站1个小时。为啥？因为你是袁总教官的妹夫，为了提升袁总教官的形象，体现他大公司的气度，所以必须对你区别对待。下午，妖被一位女学员叫到袁总办公室，下药走进办公室，袁总不在，妖就看到大粽子怕饿着他，专门准备的蛋糕放在桌子上，妖馋得咽了口水，拿起一个蛋挞刚想吃，这时，你干嘛呢？袁总叫我过来的。你大舅子可真是煞费苦心呐，为了锻炼你的意志力，竟然想出这么一招。袁总，你妹夫可以啊，能扛得住诱惑。袁总一直盯到他没影了，眼神才转回去，看了看一脸委屈的妖。妹妹又来找哥哥帮忙照顾妖，说：“哥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觉得是爷们儿就无所谓，在夏瑶身上一切都得推翻，不光要防着女的，男的也得防。夏瑶可是男女通杀。”折腾了一天，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，所有学员都去公共澡堂集体冲洗，夏瑶也不例外。大粽子听了妹妹的话，让人专门给妖安排了一间单独的浴室，结果被施教官叫住：“又想搞特殊是不是？袁总公正廉明的形象，是你能玷污的吗？自作聪明。咱们要甭理这种人，咱们一块去公共澡堂洗。”施天彪进来就奔下药来了。带这浴巾干啥呀？艺术大老爷们儿，谁不知道谁呀？啊！上集说到施天彪把妖浴巾扯下来，正开心着，就听见：“闹什么呢？都给我老实点！”这咋洗澡还视察呀？以前也没这待遇呀。说完，施天彪灰溜溜地走开了。大粽子站在妖的身前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屏障。
正好把妖给挡住。第二天开会，袁纵当众表扬了石天彪。大家不能因为他是新学员，就对他放低要求。这一点，我们施教官就做得非常好。他对所有的学员都一视同仁，尽职尽责，我十分满意。大家要向施教官学习。这是袁纵第一次当众表扬一个人，石天彪就甭提多嘚瑟了。结果下午发工资奖金竟然少了3000块奖金。石天彪跑到袁纵办公室说，早上刚夸了他，怎么奖金还少了？就是因为我夸你。知道什么叫一字千金吗？我夸了你那么多句，怎么也得值3000块吧？这就叫 no 做 no die。傍晚下了班，夏耀和好朋友大宇好多年没见，几个人在俱乐部聚会。我记得你喝酒那会儿去咬人耳朵，这还不撒口？没错。今儿怎么咬？不仅咬，而且凶残，一咬上就不撒口。那你今天怎么不咬人耳朵呢？肯定是因为没有喝多呗。喝酒，我今天仗人陪你好，喝一顿，干杯！就这么喝着喝着，3个人全都多了。夏耀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。大宇暂且保留几分神智，拉起夏耀的胳膊，把他拽到了背上。大宇哥背你回家。大粽子看着他们有车不坐，非得背着，又想起妹妹说的，夏耀可是男女通杀，哥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。正巧有个醉醺醺的小伙子从旁边经过，保护欲爆棚的大粽子一把薅住了他的裤腰带，直接把他拎了起来，和腰掉了包。腰对身下换人的事毫无察觉，还在说着刚才的话题。我打不过他，咋办？前辈泰森，据我们启示，打不过就咬牙耳朵。话音刚落，妖就一口咬了上去。大粽子一脸宠溺地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镜子，欣赏着妖玩命咬人的发狠表情。终于背回家，大粽子把妖轻轻放在床上，连带自个都跟着倒了下去，轻声朝妖说：“撒嘴了。”这话不说还好，一说妖咬得更紧了。然而大粽子什么也没做，直到妖终于睡踏实了，大粽子的耳朵才在他口中松动脱出。第二天一早，妖就来找大宇，想着看看被咬的耳朵严不严重，结果发现大宇的耳朵没事。大宇给妖说，昨晚背回的人把家里给偷空了，怕丢人不敢报警，让妖儿私下调查，抓住那个小混混。周末大粽子提前到公司，检查完训练器材后，想着到门口看看妖来了没，正巧瞧见妖儿和大宇2个人有说有笑的进来。大粽子阴下脸说：“看到那个穿绿衣服的啊，看到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他进入场馆，听到了吗？”好，袁总放心吧。妖儿带着大宇到了训练场地，被管理员拦住了去路。咱们的训练是秘密进行的，非学员不能进训练室。今天都是些力量训练，他进去看看没什么关系吧？抱歉，这是不允许的。我去和袁总谈谈。走。大粽子就在里面等着他。妖儿推门便是一声质问：“你故意的吧？”什么故意的？妖儿突然看到大粽子被咬到耳朵，意识到自己咬的人是他，有点心虚，说没什么，转身就要走。站住！咬了人就想这么混过去啊？谁咬你了？小狗咬的。行了，你说咋办吧？是道歉还是买药？你给个痛快的。要么你让我咬一口，要么你跟我妹约会一天。我要是都不选呢？那就让你的朋友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妖儿心想，宣大宇才回来他这儿又上班，2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有限。这么一想，妖儿闭上眼睛让大粽子咬，看大粽子没有咬他的意思，说了句是你自己不咬的就要走。等会儿，你的作战服坏了，换这套。瞧把你吓的。妖儿训练的时候，大宇就坐在旁边欣赏，看到妖儿做出什么潇洒的动作，就吹口哨鼓掌，2个人便会心照不宣地笑一笑。到了休息时间，大宇就给妖儿递水递毛巾，2人有说有笑地坐在一起聊天，这些都被大粽子尽收眼底。下午第1节课刚开始，大宇看得正开心，前方突然出现一道身影，直接遮挡了他观赏妖儿的视线。大宇便把身体移向另一边，结果这个身影也跟着移动，就这么来来回回的，把妖儿挡得严严实实的。这么没眼力劲儿呢？如此折腾了1个多钟头，大宇看出来了，这哥们儿是诚心的，
在群体协作时，幺儿动作慢了一拍，一个外籍教官狠狠地在幺儿屁股上踹了一脚，被大宇看见了。大宇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冒了上来，他一脚踹掉拖把头儿，拎着一根棍子冲进人群里。袁总扣他3000还是扣少？上集说到腰屁股被外教踹了一脚后，大宇拿着棍子就冲了过去，还没冲到外籍教官面前就被学员们制住了。大宇见以1对多没有胜算，扭头就走。当大家听到器材砸地的声音，才意识到大宇跑去砸器材。我告诉你，砸器材都是轻的，要是把我这毛，半边红色的怪牌，你中了。大粽子用冷硬的目光一言不发地看着，幺儿死死地抱着大宇，护着他往外拖。看到大家都出去了，大粽子转过身看了看一地狼藉的器材。瞧你干的这些都什么事儿啊？不就那么一脚，至于吗？谁没被打过？他爱打谁打谁，打你就是不行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汗毛。别管什么理由，尤其是那个大叔，看你那眼神就不一样。就你们那个什么总教官，叫袁什么来着？人家才30，比咱大不了多少。他白手起家，事业刚发展起来，几年打拼也够不容易的。你这几棍子下去，糟践别人多少心血。这场闹剧过后，大粽子把那些教官们都召集到一起，针对本次事件展开了一次讨论会。会议的议题就是怎么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。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退还学费，这种学员咱带不了。袁总，你觉得呢？好不容易钻进我的窝了，怎么可能把他撵走？他就是一把火把这烧了，老子也得把他圈在这废墟里。沉默了半晌，说：“这个人要是再犯错误，交给我来打。”那他不就更惨了吗？袁总，那这样矛盾会不会就更激化？只见大粽子站起来走开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还没明白袁总的意思？他的意思是啊，这个人咱就不能动。不可能！袁总向来铁面无私，一视同仁，他绝不可能给任何人开天窗。袁总扣他3000还是扣少？施教官还是觉得不可能的。没有，我就看看那2只鸟。说完，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扫了一眼大粽子走了。从袁总说完下药再犯错就交给他处置后，报告总教官，刚刚下药，体能训练，偷懒20分钟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报告总教官，刚才下药私自外出接电话，没有按时完成规定任务。知道了。注意看，施教官又来做了。报告总教官，按照一贯的惩罚标准，你应该踢他3脚，抽他2棍子，并且没收他的手机。袁总看到他就头疼，挥手让他走。大粽子迫于无奈，把妖单独叫到办公室。几分钟后，就见妖的裤兜都装满了零食，边吃边走，就听见看没，这一兜又鼓起来了。训练休息时间，施教官说：“袁总，今天是农历8月14，很多单位中午就放假了，要不您看看，咱们下午也别训练了，集体挖藕吧。”挖藕可以，得训练完。那训完练结束挖就没意思了，得大家一块挖才有劲儿呢。大粽子依旧沉着脸，语气坚决：“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中秋国庆有的是时间玩，现在就是训练时间。”说完便走开了。施教官一副敢怒不敢言的表情。第1节课下课，妖儿便走向窗口。没干过农活儿的妖特别期待的想下去挖藕。大粽子缓步走到妖儿旁边，侧头看着他：“你也想挖？”“没有，我就看看那2只鸟。”说完，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扫了一眼大粽子走了。不一会，施教官便带来一个好消息：袁总教官说了，今天下午的训练取消，集体挖藕。施教官给大粽子拿来连体服，大粽子仔细检查，看有没有漏的地方，确定没有漏的地方，把妖叫来让他换上。周围嘘声一片，大粽子沉锐的目光看过去，学员都老老实实的装备自己，没人敢再往这边看。再套条裤子，这下温度低，冻着。人家姑娘家都是单裤上阵，我老爷们矫情什么？说完，兴冲冲的往外走。大粽子瞧他那一副猴急的样，嘴角甩出一丝笑。妖儿笨手笨脚，晃晃悠悠的在荷塘里摸索着前行，一会挖出一根木棍，一会又一块大石头。你还蒙谁呢？这哪有藕啊？你再挖一次。妖儿耐着性子又俯下身子开始挖，突然，给我看看这是藕不？别动别动，我来。挖出来后，妖开心的拍手。妖儿挖到藕，开心的就像个孩子，越挖越开心。最后一个上岸，大粽子提着一袋子藕，来到厨房，娴熟的系上围裙，开始洗藕。
训练结束后，幺儿拿着包刚想走，就发现包的重量不对，打开一看，藕没有了。正纳闷着，大粽子拿着2盒糯米藕走了过来，把它带回去给阿姨尝尝。你怎么让厨子给我煮了？我爱吃凉拌的。哎，这可不是我煮的啊，这是我们袁总亲自下厨煮的。我在这干1年多了，袁总第一次下厨，这份情你可不能不收啊。这个粗老爷们做的东西能吃吗？谁让我碰上一个难伺候的？吃晚饭的时候，夏妈尝了一口糯米藕，当即瞪圆眼珠。太好吃了，这个糯米藕，哎，比你阿姨做的还好吃呢。幺儿不信尝了一口，没想到口感极好，夏妈忍不住问：“儿子，哪儿买的啊？”“就是路边一家店。”“明天再买点啊。”“那个，明天中秋节，人家还得回家过节啊。”“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那过完节再买点啊。2个人开心地吃着糯米藕。节后第1天上班，刚要出家门，夏妈就把他拽住了。记得糯米藕买回来，还有那家店的。”“哦。”下了班，幺儿随便找了一家熟食店，买了些糯米藕回去。结果夏妈刚吃一口就吐出来了。“你糊弄我是吧？”“那家店只有周末才开门。”“那就周末再买回来嘛。”周末幺刚到训练场，夏妈就发了条短信提醒幺买糯米藕。幺心想有个吃货，老妈真伤不起。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幺在训练的时候，看大粽子在旁边看着，就老往池塘边看。喂鸟的时候瞟2眼，站在窗前又看下午休息时间，又往荷塘扫了一眼，目光瞬间定住。幺发现大粽子在池塘里挖藕，瞬间开心的笑了，心想总算没白暗示。训练结束后，幺和大家告别后，见没人了，偷偷跑到厨房门口偷看，想确认一下是否真的是大粽子做的糯米藕。幺看得正入神，大粽子背对着他，想看就进来看，偷偷摸摸的干嘛呀？全才啊！大粽子看了一眼幺，擦了擦手，走到他身边。谁让我碰上一个难伺候的？谢谢啊。谢我干嘛？说是给你的吗？幺眸色迅速暗沉下来，大粽子把搭在肩膀上的手拿下来。下次再想吃，直接说。幺使劲将手扯了回来，这气氛有点意思了。我先试一把。上集说到，幺被大粽子趁机摸了把手。为了缓解尴尬，大粽子说11去哪玩？我们要值班，就只有2天的假，就只能和哥们儿们逛逛街、打打牌。逛街都是娘们干的事，我带你去个地儿。说着把幺带到车库，大粽子帅气的一把撤下防尘布，幺的眼睛瞬间放光。哈雷是无数男孩的梦，幺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这辆大哈雷。哥开这车带你去黄河兜风怎么样？幺明显心动了，却傲娇地说我先试一把。幺围着大粽子转圈圈，而几圈下来停下车。怎么样，想不想去？我不和你骑一辆，我要自个儿买一辆。这辆是我自己改的，全世界独一无二，你去哪儿都买不到这么好的配置。吹吧你就！大粽子晃了晃那盒糯米藕，到底去不去？幺直接把糯米藕抢了过来。再说吧。一天晚上，幺突然想起大宇托付给他的事，便到那天聚会喝酒的会所查监控。在会所门口，幺的视线瞬间定住，只见监控里大粽子像变戏法般将2个人迅速调换。咱就不说这手法了，咱就说这利息也太可怕了，2个活生生的大老爷们儿就这样扔来扔去的。混蛋，竟然这么玩脑子！说完，幺又把怒气收了回来，心想：算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这会儿再矫情也没用了。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调查王志水，这才是开录像的目的所在。结果经过一番调查，没有找到王志水这个人。第2天，幺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大宇，大宇不信。那身份证会不会是假的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从一开始就盯上我啊？你有监控录像吗？拿来给我看一下。幺神色一致，甭看了，我啊都看过了，咱俩压根儿就没一块儿出来。你和他一起并排走，你直接把他拽你背上。你说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说完11放假，大宇想让幺叫几个哥们一块打打牌，趁机联络一下感情。你去吧，我这几天啊也忒累了，就想在家好好休息2天。大宇虽然有点儿失望，但看幺那个样，就没再强求。
其实妖哪是没精力，而是惦记着那辆大摩托。我今天出来就是跟你放松的，你要是怀着其他目的啊，我现在立马搭车走人。晚上妖给大粽子打电话，咱们约法3章，此行的目的以兜风为主，观光为辅，当天去当天回，绝对不能在外过夜。所以咱们明天早上4点就出发，所以绝对不能迟到，迟到我就不去了。挂了电话，妖就开心的睡了。听到闹铃响，妖猛然坐起，转眼间2个人上了车，在路上飞速行驶。妖在后面犯困，他暗示自个别睡，精神起来，不要倒下去啊！这不是一个人的肩膀，这是刀山火海，你踏实。话还没说完，脑袋就砸在大粽子的肩膀上。大粽子扭头宠溺的笑了笑，直到天亮，妖才醒。咱们到哪儿了？刚出北京，应该在河北境内。什么？跑到现在刚出京，那得啥时候到河南啊？就你这速度，还好意思说出来带我兜风？去，赶紧下来，让我来开。妖开心的开着大摩托，开了一路喊了一路。妖累了，把车停下来休息。饿不饿？妖看向四周，杳无人烟，到处都是农田。你带了啥吃的？你想吃什么有什么。妖不信去翻储物箱，却没发现有吃的。哪有吃的？你说你想吃什么？我现在给你变出。妖嗤之以鼻。你给我变一袋松塔出来。大粽子转身便把一袋松塔送到妖的眼前。妖想知道零食藏在哪，把手伸进大粽子的衣兜，发现竟是空的。从哪儿整的？都跟你说是变出来的，你还不信？你以为我是你老妹啊？那么好骗？终于想起她了。哎，我妹。你别跟我提她，我今天出来就是跟你放松的。你要是怀着其他目的啊，我现在立马搭车走人。大粽子邪魅一笑。你再变一袋牛肉丸给我瞧瞧。这次妖盯得紧紧的，看到大粽子的手一伸，便把一袋黑椒牛丸递给了妖。肉松紫菜凤凰卷。结果大粽子伸手便掏出一个肉松紫菜凤凰卷。妖心想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，你还当什么都有？我要一屉包子，刚出锅的那种。你想烫死我？妖以为他喜欢的这些零食是袁如告诉他的，殊不知妖的所好大粽子早就记在心里了。对你妹妹可真好。妖好奇大粽子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好吃的，便拉起大粽子拉开他衣服的拉链，里面挂满了零食，都是妖爱吃的。妖惊呆了。你挂这么多不沉吗？为什么不放在包里面？放不下。那你可以在前面加个箱子呀。加个箱子，你开车的时候不舒服。那你加在后面啊。那你坐的时候不舒服。你对你妹妹可真好。妖认为大粽子对他好全是为了他妹妹，大粽子却没解释什么。妖担心如果不和他妹妹在一起就没这待遇了。下午2个人终于到达目的地，比原计划晚了3个钟头。2个人欢乐的在黄河边上唱着歌，甭提多开心了。一会2人坐下来吃着串儿，喝着饮料，聊起2人故事。有机会带你回我老家，咱们坐热炕头上尝尝最正宗的东北菜。来。吃完东西又玩了会，妖拿出手机一看时间，尖叫一声：我靠，都这个点了，快，别玩了，咱得赶紧走，不然12点没法到家了。走。大粽子从储物箱里拿出一件衣服披妖身上。没事，我不冷，待会儿路上开车了。说完2人便骑上车往回赶。妖抬起头一看，乌云密布，妖心里一紧，完了，这天怎么说阴就阴了？喂，快点开，别让云追上咱。想得挺美，再加速就不是兜风了，是玩命了。果不其然，不一会儿便下起雨来。路过一个加油站，2个人停下来穿雨衣。听话，雨小点再走。非走不可。非走不可。那你载我。载你就载。大粽子用雨衣把妖从后面整个包住，牢牢地抱着妖的脖子，一是让妖少淋一些雨，二是能让妖暖和一点。妖心里一阵暖意。妖走了几10公里就感觉体力透支了，于是2个人交换位置。妖把大粽子的雨衣好好的裹了裹，用力抱紧大粽子，腰冻得瑟瑟发抖。大粽子让妖钻到他的雨衣里，妖掀开大粽子的雨衣钻了进去，一会儿感觉没有最初那么热了。妖的心被揪起，喊道：停车！大粽子心里一惊又喜，开始找宾馆。只见妖紧紧抱住大粽子，让他暖和点。我对你好，也不全都是因为我妹妹。 2个人终于来到附近的一家宾馆，
结果被告知只有一个单人间，妖扭头要走。帅哥别走，外面雨这么大，房间都不好订，除了我们这，其他宾馆都没有房间了。再说金哥还下雨，你们要是不订的话，一会儿就被别人占了。刚说完，就有一对年轻男女进来问房间。你们看一下吧，人家俩还不是一对，都打算凑合一宿。你们俩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好避嫌的呀？多少钱？300。就这间吧。办理完毕入住，两个人终于躺在床上。如果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你妹妹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带我出去玩，给我做好吃的，对我这么好吗？你怕吗？怕什么？怕我不像现在这样对你。从小到大，除了父母，没人对我这么好过。但我也不会因为这些就委曲求全。大粽子安心一笑，我对你好，也不全都是因为我妹妹。还因为什么？这个理由，我以后再告诉你。大粽子果然是个好狙击手，没把握绝不发射子弹。一大早，大宇就提着礼物去了妖家。夏妈给大宇倒了杯牛奶。爷，夏药不在家吗？啊，昨儿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是跟一个朋友去兜风。他们去哪儿了？我也没具体问。大宇眸底藏着不易察觉的恼意。晚上心里不爽的大宇和几个哥们在会所喝酒打牌消遣时间，在回去的路上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把人从背上抓了扒了下来。王志水给大宇一顿倒苦水，本来说啥也要把他送公安局，毕竟偷了自己那么多东西。听完他的经历，竟然心软了，起身走人了。大宇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妖家，把找到王志水的事告诉了他。结果发现自己的刚买的手表又被他给偷走了。王志水，再让我逮着你，我拿牛噎死你！大少，我能摸下你屁股吗？妖下了班，搬着一箱石榴去了场馆。妖先从箱子里挑出2个最大的，放在了包里，剩下的给大家分了看，大家都拿完了。又迅速把那2个最大的放在箱子里。这时大粽子走了过来问：有我的份吗？挑剩下的，你自个儿拿。大粽子拿起石榴看了一下。施教官的小眼睛又发现了端倪。袁总，你这石榴咋比我这个大这么多？被他这么一说，其他人也纷纷说大粽子的石榴又大又红。我哪知道？贤小给我拿回来，我还不乐意送呢。众人说笑着收拾东西，各自回家了。大粽子掰了一半石榴给妖，发现妖的手很凉。没穿秋裤吧？我已经很多年没穿秋裤了。这么臭美？不是臭美，这是一种精神，一种不向大自然妥协的人生态度。说完，一个酷酷的甩头走了。随后，大粽子便让人从明天开始供暖，提前供暖的费用全由大粽子一人承担。第二天，妖哆嗦着进了训练室，发现训练场很暖和，摸了下暖气片是热的，心想竟然这么早就供暖了。今天进行水中格斗训练，妖换完泳装，刚出来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结果一个女汉子走过去说：夏少，我能摸下你屁股吗？我觉得你屁股摸起来肯定特筋道，筋道那是形容口感的，弹性才是形容手感的。妖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们。这时大粽子过来了，在看到妖的时候顿了半秒钟，然后把视线转回到大众身上，开始讲解水中格斗的基本要领。在亲自下水做示范后，学员们纷纷下水开始训练。大粽子游到妖身边：刚刚我讲要领的时候，你在听什么来着？我没听。听话，人家都看着。于是大粽子开始亲自教妖在水中训练。大家看施教官这个没眼力见儿的又来了。袁总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觉得你可以去辅导一下其他人嘛。大粽子给了他一个快滚的表情。施教官看到后立马换了一副表情，识趣的一头扎进水里游走了。大粽子继续单独辅导妖训练。你俩都这样，干脆直接在一起呗。这天训练结束后，妖乖乖的在饭堂等着大粽子给他做好吃的。不一会儿，大粽子端上来一盘东北特色菜，花椒嫩醉鸡腰。本想等大粽子做完菜一起吃，可实在受不了这个香味的诱惑，夹了一小块。太好吃了，我的妈呀！妖本想只是尝尝，结果好吃到停不下来。看到大粽子端着第2道菜过来，立马乖乖做好。大粽子一走，直接上手，边吃边想：啊，好吃，好吃！看到大粽子端着菜又来了，赶紧又乖乖做好，嘴巴里面塞得慢慢的像个小河豚。大粽子一走，妖立马又开始狂吃菜。齐了，大粽子刚坐下，
这个酸菜哪儿买的？这是我自己腌的，超市的酸菜没什么味。我们吃。妖一口接一口，头都不抬。大粽子就这么宠溺地看着他吃。妖突然看到大粽子一脸得意的笑后说：“还臭。”大粽子不说话，继续看着他，妖也不管他了，继续吃起来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回到家，夏妈说：“这都是你爱吃的菜。”哎呀，不吃了，太晚吃太多对身体不好。夏阳，你是不是有？我回房间洗澡了，累死。妖老在外面吃，夏妈怀疑儿子是不是有女朋友了。晚上，妖和朋友们聚会，那娘炮是不是对你动真的了？我怎么看他对你那眼神有点不对劲儿啊？他呀，我俩成天在一块儿，他能不惦记我吗？你俩都这样，干脆直接在一起呗。你放心吧，哥们儿心里清楚呢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我是不会走上歪路的。妖有点不可置信，如果他对你太好，导致你心里产生依赖，和他在一起心里就舒坦，那你怎么办？那我也不会犯这种原则性错误啊！即便是有，我也会从心里把他彻底扼杀掉。咱都大老爷们儿，怎么能这么糟践自己啊？妖现在对大粽子有一种离不开的感觉，但听到好友这么说，又有点失望。我先走了。不是，咱还没聊两句呢。我还有事儿，改天再聊啊。我又怎么招惹他了？你不是说那榴莲是买给我的吗？就这点事儿啊。周六妖训练结束，到了休息时间，妖给鸟喂食。一个女学员过来搭讪：“哎，夏少，这鸟成天在笼子里关着，闷不闷啊？要不然也放出来透透风。”那放出来飞跑了怎么办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表姐家的鹦鹉就天天出来遛弯，就落在我表姐夫的肩上，也不到处乱飞。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露出一个坏笑。吃完饭，妖来到大粽子办公室，递给他一盒榴莲。给，我不爱吃，这是我从家里边带过来的，就这么2块，我自个儿都没舍得吃。听妖这么说，大粽子一把拿过榴莲，大口吃起来，妖就在一边坏笑。其实榴莲是小辽哥爱吃的。下午上课，大粽子在讲解理论，结果小辽哥闻到榴莲的味儿，就飞到了大粽子的肩膀上，叫着：“吃饭已经超过了药园的安全。”吃饭。严肃的气氛瞬间被破坏，所有人都憋着笑。一女学员心想：这也太有爱了吧！第3，吃饭。不过好怕总教官把他捏死。大粽子还在继续讲着课，就在这时，小辽哥突然说：“亲一下，来嘛，来嘛。”结果大粽子真的在小耀哥的小尖嘴儿上亲了口。小辽哥咂摸到一丝榴莲味儿，满足的飞走了。大粽子知道这肯定是妖搞的鬼，打又不舍得打，就把他平板没收了。妖来找他要平板，你把我 pad 藏哪儿了？拿出来。写检讨，合格了再给你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写检讨？土不土啊你？写，不写就不要吃饭了。行啦，多大点事儿，面子有那么重要吗？大老爷们儿，豁达点。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，那是啥？大粽子忍了很久，沉着脸质问一声：“你不是说那榴莲是买给我的吗？”就这点事儿啊！大粽子不说话，摆弄着手里的剑。妖看他真的生气了，便拿来书包。服了你了，这个是诚心诚意送你的，行了吧？大粽子一把拿过来，放在了桌子上。我平板呢？大粽子扬扬下巴，示意在书包里。妖一翻书包，果然找到了，检查了一下游戏记录，并保存了，斜看大粽子一眼。幼稚！粽子手抓住妖的裤腰带，魅惑地看着妖。妖趴在大粽子身上，故意性感地松了松领带。我牙酸倒了，走不动了。晚上，妖留在场馆吃饭，大粽子亲自下厨。妖在厨房没憋好屁的翻翻这看看那，说：“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？”为什么呀？今天你亲小辽哥的时候，没看到那群女学员嗷嗷待哺的眼神啊？你知道吗？我突然想看你和一个女人恩爱的场景，铁血汉子配柔情女子，画面特别有冲击感，想想就很热血沸腾啊！一边待着去。妖看到大粽子这副阴沉沉的面孔，心里暗自开心。吃完饭，妖在沙发上玩游戏，大粽子故意说：“
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妖质疑地说。走。大粽子故意说。你不走，我怎么找女人？妖抬头看了一眼大粽子，酸溜溜地说。哎呦呦呦，那我得赶紧走人。大粽子没有阻拦，继续吃着酸梨腰，走到他身边。这玩意有啥好吃的？有这么多甜水果不吃，天天啃这破大酸家伙。这个一点都不酸，越咂摸越甜。不信尝尝。妖接过梨，刚咬一口就吐出来了。妖酸的在房间里追着大粽子打，大粽子一个后撤，两人一起倒在了沙发上。大粽子手抓住妖的裤腰带，魅惑的看着妖。妖趴在大粽子身上，故意性感的松了松领带。我牙酸倒了，走不动了。大粽子不说话，两个人就这么定定的相互看着。后面发生的事，大家自行脑补。洗漱完，妖在床上拿平板打游戏，打得正起劲儿，突然卡死机了。大粽子看妖异常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就不应该相信轩大宇，告诉我这款机器能玩大型游戏，结果还不是卡没了。说完，被朝着大粽子躺下自个儿怄火。大粽子看到他现在这伤心怄火的样，很是心疼，便把平板电脑拿了过来，给他改游戏进度。后半夜，妖迷迷糊糊看见大粽子拿着他的平板电脑研究着什么，没在意，翻了个身继续睡。早上妖醒来，看到枕头边的平板，顺手拿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惊喜的发现游戏记录恢复了。不对呀，游戏记录没完全恢复到我昨天玩的进度，还差了一小节，应该是人为的，不是机器的问题。妖突然想起昨天后半夜看到大粽子摆弄他电脑的场景，妖又玩了一把，然后把游戏给卸载了。来到卫生间问大粽子：“你昨儿晚上是不是动我电脑了？”大粽子刮着胡子没回答。妖看大粽子不出声，故意说：“你知不知道你把我游戏删没了？哎，问你话呢。”大粽子用手把泡沫啫喱抹到妖脸上，什么都没说走了。出门后，妖便去了一家衣服店，挑来挑去，看上一件价格昂贵的风衣，想着大粽子穿上肯定很帅，便买了下来。走，快滚过来！我要让你妹妹玩死了！袁如带着闺蜜来到场馆，真难得呀！我哥竟然为了见你穿那么帅，可见他对你的重视。这个男人比想象中的更难以招架。袁如把袁纵叫了过去。哥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昨天在短信里跟你说的王双。你好。妖看到大粽子握住女孩的手，露出一丝不乐意的表情。施教官总算做对了一件事，把大粽子叫走了。袁如看到夏药在那边说：“还有事儿，我就不陪你了。一会儿等我哥回来，你俩好好聊。”就过去缠着妖。不一会，大粽子回来了，就听见：“你的手真大，你的脚也挺大的，个也高，反正你哪儿都大。大姐，你的节操呢？”大粽子终于忍不住问：“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王双发现原来大粽子没看短信，不知道是相亲也不是为了相亲穿这么帅，但是人王双看中了，想着多留他一会，随即改口说：“是这样的，我朋友的公司想给你们公司做一个宣传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”我们公司有专门的宣传部门，你可以跟我们宣传部门的领导联系。可是我又不是公关人员，直接去跟你们的宣传部门人员沟通不太好吧？大粽子无奈地说：“那请吧。”训练中，妖看见女孩跟着大粽子去办公室，心想：那个大美妞谁啊？行了，一直评没完。来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你今天状态不好啊。正想着，两人已经走到楼梯口了。妖突然感觉有点不痛快，这时袁如跑过来说：“今天呢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”还是算了吧，你给的都是惊，没喜。不过呢，这个惊喜也是要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的。我要去训练了。别走啊！这一点代价跟你在这辛苦训练了几个月相比，应该也不算什么吧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说完就见几个人把妖拉着就走，结果夏药被人带到一个封闭的房间，几个人把妖抬到案板上，像是待宰的小猪仔。就听见袁如说：“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是我们两个要共同面对的。这段时间，你的努力我都看到了。我对我曾经想要放弃你感到非常自责。这次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会在门口默默地陪你度过这次难关。”说完，袁如出去了，就见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走了进来，一个心理医生，一个男科医生。两个医生分别做了一下自我介绍。
说完，夏药才明白这是要干嘛，刚要给他做检查，夏药怒吼一声：“我没毛病！”心理医生在一旁安慰夏药，就见男科医生直接上手去拉腰裤子的拉链，腰瞬间爆发，挣脱了保镖的牵制，朝门口跑去，就见一群人在门口堵捉。我们为你们的爱情筑起一座坚固的堡垒。大粽子来到训练场，见人少便问：“其他人呢？”其他人都请假了，说是有个什么集体活动要参加。集体活动我怎么不知道？夏药呢？夏药也跟着一块去了。袁如什么时候走的？好像是跟夏药一块走。大粽子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便给妹妹打了一个电话，没接，又给妖打了个电话，提示无法接通。大粽子要了活动地点，说：“这边你盯着点，我出去一趟。”此时的妖手脚被绑得牢牢的，男科医生拿着针给他针灸，在脚上扎了2针后，妖在心里歇斯底里的呐喊：“袁总，快滚过来！不要让你妹妹玩死了！”你说，我以后还怎么在这儿混？没事，他们又不了解情况。大粽子终于赶来救可怜的妖了。到的时候，袁如正在和一女学员聊得热火朝天，女学员发现了袁纵，提醒了一下，然后走开了。在这干嘛？袁如一时不知怎么回答，就听见大粽子听出是妖的声音，直接开门进去，看到眼前的情景，让大粽子瞳孔欲裂，额头的青筋暴起，一脚踹开把手的人，拎起男科医生问：“拿呢？治病！”气得大粽子把男科医生摔在地上，立马去解绑着妖的绳子，本想把他背出去，结果妖冷硬地推开他，鞋都没穿，捂着屁股一瘸一拐地跑出去。外面那些学员们也跟着妖走了。袁如这回有点猛，刚想走，袁宗一把将他拽住：“你到底要干嘛？”“给他看病啊。”“他是什么病？”“你凶我干嘛？我也是为了他好。与其让他成天强身健体苦练功，还不如从根上用药。”“我告诉你，他什么毛病没有。”“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毛病？”袁纵不知如何解释，看了眼处在那的4个保镖，说：“过来，把他带走，好好反省反省，1个礼拜不许出门。”“说了别碰我！”“给我看住了！”晚上，大粽子给妖端来水果。“你说，我以后还怎么在这儿混？”“没事，他们又不了解情况，就是凑热闹。”妖看见梨就来气说：“我不吃梨，这种情况还需要了解吗？明眼人都能瞧见发生了什么。有我在，谁敢说？”妖没再说什么，突然感觉脚有点痒，刚想用手挠一下。“别瞎挠，我给你敷敷。”说完，大粽子便去端了盆热水回来，把毛巾拧干后给妖敷脚心。“我自个儿来就成。”“别烫着你。你不是也用手？别烫着你！就是要热才有效果。”结果妖被烫得呲牙咧嘴的叫唤，下意识想用手去扣大粽子的手，大粽子却狠着心照敷不误。妖心疼大粽子被烫的手，问：“烫手不？”“没事，手上都是死皮，对温度没那么敏感。”“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你说我当初编这个谎干什么？我以为你妹妹能理解，谁知道她还当真了。”妖感觉没那么痒了，大粽子刚想再热一下毛巾，妖突然说：“把你手上毛巾给我。”大粽子便给了他，结果妖顽皮的将毛巾扔在了大粽子的头上，刚想跑就被大粽子猛地按在了沙发上。2个人四目相视，妖拿湿巾给他擦着额头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2个人就这么相互看着。过了一会，妖说：“你骂他了？”“当然。”“你是为了你妹妹才接近我的，现在你却为了我去骂你最爱的人。虽然他确实做错了，但……你要说什么？”“我不明白你做这些事的初衷。”“我跟你说，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的。”“咱就是说，大粽子，你是真能熬呀。”“那你妹妹净干些不招人待见的事儿，但她这事儿做的还挺合我心意的，对吧？”被男科医生扎脚后，第2天，妖像往常一样到了场馆，路过大粽子办公室，发现大粽子正和一个女孩聊着什么。这时施教官趴到妖的背上说：“这大牛长咋样？”“一定要老实。”“挺好，盘量调顺的。”“这是给咱袁总介绍的女朋友。”妖把门关上说：“女朋友啊？谁告诉你的？感情你还不知道呢。那是袁如给咱袁总介绍的女朋友，今天都来2趟了。”“竟然真给我找来一个，看那姑娘不错，都不用我费事儿。”见人出来，2人迅速转身，假装看着外面的风景。大粽子走过来说：“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不进去？”施教官这次识趣的找理由走开了。妖酸溜溜地说：“我哪敢进去耽误你的好事儿啊？”“那个就是袁如一个姐妹。”“别介，
是个爷们儿就痛快承认了呗，怕啥？再说了，我不是一直说要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吗？虽然你妹妹净干些不招人待见的事儿，但她这事儿做的还挺合我心意的，对吧？大粽子被妖的酸样逗笑了，想着哄哄他说：“晚上吃什么？今儿心情特好，啥都想吃，你多弄几个菜啊。”晚上大粽子做饭的时候，妖就玩手机打发时间。突然，大粽子手机来了一条短信，妖拿过来直接打开看的短信是王双发的，告诉袁纵他的手机号。妖又看到袁如发的一条短信，打开一看是要给袁纵介绍女朋友，叫王双看完短信一脸不开心的说：“还假装不知道，还说不认识，明明提前打过招呼，虚伪的老光棍。”正骂着王双就打电话过来了，不情愿的拿着手机给大粽子，大粽子接过手机便出去了，气得妖心想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，还得躲着我。紧接着妖就开始作妖，往汤里加了好几勺盐，搅拌了一下，然后又幸灾乐祸的做回去。大粽子回来后发现了汤的变化，扭头说：“熊孩子。”吃饭的时候，妖就一直憋着坏笑，盛好的汤喝都没喝就说：“你做的这个汤好咸啊！”大粽子不说话，直接喝了一碗，也不怕齁死。你还笑？做饭的时候不好好做，瞎打电话玩，看看你做的都什么玩意儿啊！有话喝。大粽子还是不说话，又喝了一碗。妖看大粽子喝得津津有味，怀疑的舀起一勺喝了一小口，发现汤不咸，便又喝了一大口，心想：怎么不咸了呢？一副作妖不成的失落感，说：有股糊锅味。吃完饭，妖躺在床上玩游戏，突然王双又打来电话，妖心里一阵膈应。有完没完呢？把手机给袁纵的时候还是挺痛快的。帮家电话，看到大粽子在那和王双聊着，妖也没心思玩游戏了，咬着牙说：重色轻友，给点花。又去买那些垃圾食品。注意看电视台来拍宣传片，妖就在旁边站着。导演让休息一会，妖就走到远处的草地上坐了下来。大粽子紧跟在后面看妖，蔫不唧唧地问：怎么了？累。那就回车上歇会儿，中午完工我送你回去，下午就别来了。我不是身体累，我是心累。你还有心？嘿，我怎么没心了？我一天到晚想的事儿可多了。大粽子冷哼一声，心想是确实能作妖。妖眼睛一斜，看到大粽子裤兜里有零钱露出来，妖的手刚伸到衣兜的边缘，就被大粽子一把抓住。你干嘛？给点花。又去买那些垃圾食品？我不买垃圾食品，我买好吃的。少蒙人，那些东西有那么好吃吗？是，在你眼里，就那个大葱蘸酱好吃。大粽子没理他，妖不甘心搬出歪理。我告诉你，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家里管得严，吃不到这些东西，现在才会痴迷。一味的阻止，只会造成逆反心理。这无条件的满足，才会让我觉得腻。大粽子依然不理会他，妖见他没反应，瞅准时机抽出钱就跑了。大粽子宠溺地看了看他，妖刚走，大粽子便去小商铺拿100元买了瓶2块钱的水，又换了一堆零钱，一边嫌弃妖吃垃圾食品，一边还给他准备买零食的零钱，真是不要太宠呀。晚上吃饭，妖说：你过年这段时间有什么安排？回老家。那你多久回去啊？等这批学员结业考试之后。妖一算不到2个周了，便问：那你回去多久啊？1个月。妖的心被扯了一下，大粽子感觉到了妖的情绪波动，解释说：我已经3年没回老家了，家里亲戚都惦记着，也该给父母上坟了。回去就回去呗，谁过年不得回家？大粽子无奈地看着妖，热恋中的人要分开这么长时间，这感觉大家都懂吧？怎么那么二？这天，妖拎着很多零食和特产回来，被夏妈看见。这什么呀？零食和特产啊。特产？北京特产啊？对啊。你买北京特产干嘛？给单位同事啊。以前怎么没见你这么上心过呀？妖没说话，笑了笑便上楼了。话说女人的第6感真准呀！妖在床上玩游戏，突然感觉嘴里没味，看到那几包好吃的，心想吃一点应该不碍事吧，反正买了这么多。结果一包接一包，猛然发现自己吃了好多。不行，我明天得赶紧送过去，要不然就都吃完了。一早，妖搬着一推吃的来到袁纵办公室，
放在办公桌上的2大包吃的。路上吃。坐飞机总共就2个多小时，你给我买那么多？你可以带回家里吃啊。你们那儿不是穷山沟吗？想买个东西还得走几里地。我跟你说的都是小时候的事儿，现在早就办了。大粽子看腰略显失望，便说：“这些东西我还真没吃过，我们那儿也不一定有的卖，是吧？哎，这还有2箱，你一块搬回去啊。”你怎么弄上来的？搬上来的。一个人？对啊。袁纵被感动到，却说：“怎么那么二？”腰以为他是嫌东西沉，便说：“你可以托运嘛，实在不行寄回去也可以，你拿回去自个儿吃也成，送给家人亲戚也可以，就说是我的一点心意。等你走的那天我去送你，还可以帮你搬点。没事儿，我搬得动。”腰不知想到什么，有些害羞。大粽子含情脉脉地一直看着腰。晚上夏药刚到家就被夏妈叫住：“儿子，你单位怎么今年没发东西啊？”发了，不都在这儿吗？我说的不是这个，就是那箱熏肉，去年我吃过好吃的那个。哦，您说那个呀？今年我没收到啊，总不能年年都发一样的吧？夏妈没再说什么，有点心虚的腰心想：有个火眼金睛的额娘真是不得了，那么多东西她竟然每样都记得，幸好让我糊弄过去了。实际上那熏肉让腰拿给大粽子了，腰担心妈妈在问话，赶紧溜了。没事，你别到处说，咱俩就当没发生过。其实要是别人知道也无所谓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过年放假，腰和朋友3人晚上一起吃饭，聊起小时候。其实你走了以后，幺儿就出家了，西门庆变成唐僧了。其实这么多年啊，我一直都有点不太顺眼。是吗？是因为我走才这样的吗？腰若有若无地嗯了一声。我不信。最后3人都喝多了，送走彭泽，大宇背着腰往回走。呀，你不是每次喝多了都咬人吗？来，你咬着我，咬着我心里面就踏实了。爽。结果夏药只咬了一会儿，可能发现不是自己想咬的人，便将嘴松开了。你怎么撒口啊？你呀，是不是变成王治水了？大宇紧张地抬头看了看腰，松了一口气。到家后，大宇把腰摔在床上，突然换人，后遗症犯了，把腰认成了王治水，然后2个人扭打起来，一会儿看腰睡着了。大宇来到卫生间，心里暗道：这回老子绝对不会再让你拿走一样东西。在柜子里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一根绳子，心想这下跑不了了。结果把腰衣服全脱了，手脚绑一块，就这样一觉睡到天亮。大宇先醒了，看到腰，第一眼吓懵了，滚到床下，紧接着腰也醒了。我靠！呀，你听我解释呀！别跟我说这个，我不知道怎么就成这样了。你能不能别拼了？你先给我解开成不成？就在大宇未对腰下手太狠，有点后悔的时候，这事儿你别到处说，咱俩就当没发生过。其实要是别人知道也无所谓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滚远远的，赶紧给我解开！大宇还想回味，又怕腰不舒服，便赶紧去解绳子。年假值班，腰正在打着游戏，小辉走过来，放桌子上一张纸，说：上次你不是让我帮你查王治水的家庭住址吗？全在上边了，还有他什么小姑、大舅、二舅都住那一片，都附上边了啊！我去，太贴心了你，该别人请你吃饭啊？没事，不用，没事。腰看了地址，查了下车程，算了一下时间，要想在1天内搞定，夜里就得出发。路上，大宇一直在想着，这次要是能逮到王治水，该怎么收拾他。腰则在旁边睡觉。车开到了目的地，司机问：有具体门牌号吗？这上面没写。那前面车也开不上去，你俩去打听一下吧。2人分开打听村里的人，结果问了好多人，都刻意的回避说不认识。咱去他大舅家问问，他大舅家比较好找，就在这个村子的最北头。成，去看一下。走进王治水舅舅家，就见一个中年妇女在院子里浇着花。请问您是王治水舅妈吗？你们想干嘛？我们是来找王治水的，不认识他们家，想问问您。你认识我们家，不可能不认识他们家。我们是真不认识，就是想过来问问您，不知道。知道。哎，
说完便进屋了。两个人不明白为什么全村的人都不愿意提及王之水家。他们家肯定有问题，想靠村民的力量找到，估计是不太可能了。看来只能去村委会了。走。村委会的人交代了王之水家的位置，结果到了之后一顿敲门，没人答应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邻居大婶走过来，好心提醒他们家里好几天没人住了。听说啊，住院了，早死啊，早积德。听到大婶这么说，妖心想，这家人到底干了什么天理不容的事儿？紧接着，大婶说王之水父亲是丧葬吹喇叭的，母亲是跳脱衣舞的，在外面整天勾搭人。也不知道谁是王之水的父亲，奶奶整天被母亲虐待，最后在孙子门框上吊死了。整个村里的人提起王之水母亲，没有不气愤的。听完才明白为啥村里的人都不愿意搭理他们了。知道了王之水的家庭后，两个人便开始往回赶。你还追他们？大禹心里还是有些放不下，想好好收拾他一顿，但又想到他的家庭，便说：看在他奶奶的面上，明了。大禹的事告一段落。妖躺被窝里，终于想起给大粽子打电话了。大粽子坐在炕头上，美滋滋地接起电话。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？看看你还活着没？你那边怎么样？冷。你丫也有怕冷的一天啊！我不怕冷，我是怕你不知道我冷。这对话真能甜掉牙呀！心情那么好，又干什么坏事了吧？我能干什么坏事？再说，我干坏事也轮不着你来管。那你要谁来管？自我鞭挞。真鞭挞了吗？我又没干啥坏事，我为什么要自我鞭挞？自从回去，两人便没再联系。大粽子忍不住问：想我了？想你做什么？我身边这么多朋友，哪个不比你招人待见？正聊着，袁如从外面进来，知道是在给妖打电话后，便去抢手机。他已经把电话挂了。袁如生气地打了哥哥一下。妖挂了电话，在那美滋滋的回味。8年前，你有没有跟一个男人裸聊过？8年前我自个儿的事都记不清了，你还知道我应该跟别人裸聊过？就是你，绝对没错，就你这条腿长得跟娘们儿一样。晚上，大粽子坐在炕上给妖打电话，妖打完架，整个人累得趴到床上就要睡。听见电话响了，妖把手机放在枕头上面。好累啊！干嘛了？出去玩了一天。那就早点睡吧。妖嗯了一声，枕着手机就睡着了。大粽子意犹未尽地呆坐着。第二天，夏药来到彭泽家，在客厅坐了会，又来到台球室玩了会，都没有看到彭泽人，以为家里没人。就在这时，听见浴室有动静，通过门缝妖看到类似让他造成心理阴影的那2条腿。看到这妖，就有一股火，直接开门进去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，进屋都不敲门啊？妖不说话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李珍珍2条大白腿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看妖一动不动，李珍珍瞬间发飙：你丫看完了没啊？走出去！彭泽就出去买个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就告诉他了。这是我破坏你们哥们之间感情。夏药用力把李珍珍推倒在床上，强迫她分开双腿。彭泽，救命啊！你哥们疯了！看到这一幕，彭泽震惊了。乔，你干嘛呢？这什么意思？彭泽，你愣着干嘛？不过来帮忙啊！彭泽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过来抱住夏药。谁料夏药根本听不进去，还在撕扯李珍珍的腿。彭泽，你点本事呢，凭什么就跟我逞能？我们3人没收拾最好，我跟徐大宇一起都打不过他。就见夏药把彭泽一下甩开。夏药，你有什么不开心？你冲我发气！8年前，你有没有跟一个男人裸聊过？8年前我自个儿的事都记不清了，你还知道我应该跟别人裸聊过？就是你，绝对没错，就你这条腿长得跟娘们儿一样。不是夏药，8年前他才13岁，他怎么跟你裸聊啊？夏药突然清醒了，失魂落魄的直接起身走人了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好想找个人给他抚平，因为那2条大白腿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。然后就给大粽子打过去电话。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妖把困扰他8年的心事说给了大粽子。没了？然后袁纵笑了。夏药以为唯一不会笑他的男人笑了。不要光凭视觉感受去猜测，你要想想这种行为是否符合那个人的性格。有些事情不是任何心理素质的人都能做出来的。好了，不要乱想，早点睡吧。一早下巴便提醒妖说：
我是说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还没有交女朋友，我就要采取措施了。什么措施啊？没出息的东西，谈个恋爱还得指望着你爹。紧接着，下巴边说给他物色了一个好姑娘，为了让他去见面，还给妖的领导请了7天假，让他专心相亲。妖听到给他请了7天假，开心的在脑袋里谋划着什么。家人们妖的东北之旅要来了，带我去你家厕所，我快憋不住了。你怎么不在路上解决？就只是这泡尿保暖了。上集说到下巴为了让妖去相亲，给他请了7天假后，妖就开始臭美敷面膜。我给你介绍那个女孩子，你怎么不主动联系人家？你没看见我脸上有伤吗？头一次见面，总得给别人留下个好印象。净事儿。说完，下巴便走了，来到客厅给夏妈说：“现在这孩子也真够太较真的了，一个大小伙子，那么能捯饬。喜欢捯饬是好事儿啊，说明他对那件事上心了。也对啊。哎，昨天我看他把柜子里的衣服全都倒腾出来，一件一件在那挑。那这次应该是很重视了。下巴开心地笑了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下巴来叫妖起床，发现房间里没人。这一大早怎么没见儿子呀？哎呀，我看见他背个大包出去了，估计是跟那姑娘约会去了。背个大包？这看起来这礼物不少啊。妖飞机落地，天就黑了。妖为了给大粽子一个惊喜，没让他开车来接。一会实在是太冷了，快坚持不住了，拿出手机一看，没电了，只能坚持继续走。晚上，下爸下妈边看电视边说：“这个臭小子还不回来？肯定和那姑娘逛街呢。这大过年的，商场且不关门呢。有的年轻人啊，一逛就是大半宿大半宿的。刚才打他电话也打不通啊。他手机每天一到这个点就没电了，就甭替他操心了。你明天不是要走吗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。啊，去。此时，妖还在大雪中艰难前行，路越走越偏来，之前的热情全都磨灭了，心里一个劲的骂：“不是说搬了吗？就搬到这种破地儿。以前是住在深山老林里吗？”走了好久，终于见个活人了。妖赶紧问路，问完路就走，结果还走错了方向，好心大爷给叫了回来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妖终于走到了村上。庆幸的是，每次问路这里的人都很热情。走着走着，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来着？就在妖不知道往哪边走的时候，正巧碰见一群人从这家出来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人了。大哥，老家问一下，你知道袁纵他家住哪儿吗？袁纵，有人找。妖心里一惊，扭头朝门看去，就见大粽子走了出来。妖像打了鸡血一样，一下跳到大粽子身上，两人紧紧抱着，此时幸福到了晕眩的感觉，刻骨铭心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快带我去你家厕所，我快憋不住了。你怎么不在路上解决？就只是这泡尿保暖了。说着便进屋了。下巴在回去的路上接了个电话，知道了妖没和姑娘去见面，挂了电话，从嘴里挤出仨字：臭小子。夏妈也不了解情况，大雨去找夏药的时候，夏药去相亲了，连鸟都不管了。相亲？大雨听到夏药相亲，瞬间感觉很失落，便回去了。知道这小子从哪冒出来的？夏药，你这是想给谁惊喜呢？妖千里寻大粽子的第一个早上，袁如睡到自然醒，拿手机看时间，惊呆了。平时7点不起床，我哥就爱踹门了。今儿个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动静？袁如去敲哥哥的门，没有反应，心想：奇怪，我哥说要从不锁门啊，难不成？不可能啊！这穷乡僻壤的村妞怎么能入得了我哥的呀？这引起了袁如的好奇，便回屋翻找哥哥屋里的钥匙。打开门一看，瞬间呆住了，拿出手机冲着夏药一顿拍。哥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？你俩之前商量好的？谁知道这小子从哪冒出来的？夏药，你这是想给谁惊喜呢？夏药不耐烦地说：“我就过来旅个游而已。”吃饭的时候，妖边夸好吃边大口吃着，袁如花痴般一直看着夏药，被哥哥看见。你老看他干嘛呀？说完，妹妹便不情愿地吃起饭。这时妖坏笑着，夹起一个丸子，示意大粽子张嘴，丸子准确无误地飞进大粽子嘴里，
妹妹看着心痒痒说：“我也要吃那丸子。你要是能接住，我就给你让。”行。袁如开心的张大嘴，腰夹起丸子，左晃晃右晃晃，丸子朝袁如的脸上砸去。袁如生气地说：“你太坏了，你故意的吧？人家一点都不准。”腰在外面接大宇电话：“你不会真看上那东北大妞了吧？”没有的事儿。大粽子在屋里看着冻得哆哆嗦嗦的腰，心疼，给妹妹说：“去把她叫回来。”大粽子急着把腰叫回来，一是心疼腰，二是吃大宇的醋，不想让他们两人那么黏糊。在这干嘛呢？再不进去饭都凉了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要去吃饭了，拜拜。大粽子饭也不吃了，望眼欲穿的在等腰回来。过来，干嘛？我要背着你照。这天，大宇在门口刚穿好鞋，就见王志水进来了，一把拽住他问：“嘛呢？进屋啊！我要出门了，你没看到吗？我是来跟你一块过节的。过什么节？元宵节。你不会连今儿正月15都忘了？你别给我磨叽啊！赶紧给我滚蛋！有你这样的吗？我连庙会演出这活都辞了，其实工资可是平时2倍呢。我连元宵都买了，不吃多可惜啊！大过年的瞎跑什么呀？你走。大宇心软了说：“赶紧煮元宵去，吃完把这走人。得嘞。”此时空虚的大宇被王志水治愈了。王志水大口吃着元宵，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吃元宵，还说小时候奶奶做的元宵更好吃。一会又说：“下午出去玩呗。”不去。好吧，那我自己玩。自己一个人有什么好玩的？自己怎么就不能玩了？我从小到大都是自己一个人玩。我就不信了，大街上那么多人，全是成双成对的。听完，大宇自嘲，心想自己不也是一个人逛庙会吗？谁没有个抽风的时候？行，我陪你。飙车、把妹、夜店，随便你挑选，我买单。结果王志水把大宇带到了庙会。那我就纳闷了，你说你一天到晚搁这泡着，你怎么没事了还往这跑呢？我成天到晚在这泡着，可我没逛过呀。大宇心里不是滋味，嘴上还不饶人。瞧你那点出息！两个人开心地逛着庙会，在回去的路上，大宇送给王志水一个价值4万7的打火机，本来是打算送给妖的，老见不到他，便想着让王志水拿去卖。你家到底干嘛的呀？你怎么这么有钱？管得着吗你？此时的妖和大粽子也在热闹的街头，开心地逛着。妖看到大蘑菇抱枕，说想要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10块钱，一打10枪，你要打中了5枪，这东西你可以随便拿。老板不屑地看着两人，就见大粽子拿起枪，一个接一个的，把气球一连打爆了10个。老板和妖一脸惊愕。拿吧。老板还没回过神来，妖抱着东西已经走了。一会，妖让一位小姐姐帮拍合照。过来，干嘛？我要背着你照。快呀！袁纵熬不过，就攀上了妖的背。妖为的就是留一张特别爷们儿的印证。相亲怎么回事啊？我爸过年那会儿帮我物色了一个相亲对象，让我见见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然后啊。还打算再见吗？假期结束，从东北回来，袁纵开车把妖儿送回家。行啊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送你进去。不行，你赶紧走。哎，到了门口，妖还在一直赶袁纵走。袁纵心里觉得肯定有事，非要跟着进去。这时听到声音的夏妈把门打开。好你个兔崽子，你还敢回来呀你？走，给我进来。啊，进！妈，疼！妈，啊妈，我朋友还在这儿呢，你给我留点面子。给你留面子？就你做的这些事儿，我值得给你留面子吗？啊！阿姨，是我让夏瑶过去的，我家里有急事找她帮忙，没事先跟您说，是我不好。那他就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？他就诚心跟我们两口子作对，不想去相亲。相亲？夏妈刚想再去拧妖耳朵，却被大粽子护在身后，又说真是自己把妖叫过去的。一再赔，不是夏妈心里明镜的，知道是袁纵是在给妖开脱，但也不好再发火。妖趁机拿出从东北给夏妈带回来的特产，特意介绍袁纵亲手熏的肉。袁总，这真是你熏的？妖继续献宝东北山货人参、鹿茸等，凡是东北的好东西啊，都给您倒腾回来了。夏妈果然是个吃货，态度好了起来。再给我耍这套，把你耳朵拧下来，听到没有？袁纵又待了会才离开妖，把他送到门口。相亲怎么回事啊？我爸过年那会儿帮我物色了一个相亲对象，让我见见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然后啊。
还打算再见吗？妖笑里透着一股坏劲儿。你说我是见还是不见呢？袁纵对这个坏家伙真是又爱又恨。你自己看着办。说完转身就走了。妖透着一股得意的坏笑。妖回到家，夏妈还拿着那块熏肉反复闻，不敢相信这熏肉是袁纵做的。那您就彻底错了。他不仅会做饭啊，而且会做得相当的好。就您经常夸那糯米藕，其实不是我买的，是他亲手做的。真的那么厉害呢？必须的。哎呀，这小伙子还真是不错。这哪个姑娘嫁给他，那可真是享了清福了。妖忍不住在那偷笑。傻乐什么呀？我是让你跟人家好好学学。妖心想家里有一个会做饭的就行了，自己不用学。假期过后正常工作了，妖想起大禹便给他打电话，但电话一直打不通，问彭泽也不清楚他在哪，妖就直接去了大禹家里。大禹回来看到妖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都找你好几天了，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我找你好几天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吗？你还真生气了？我心已死，万念俱灰。至于吗？不就是没跟你打声招呼，没接你几个电话吗？我在你心里面什么位置？你他妈在我心里面又是什么分量？你自个儿掂量掂量。说完，大禹便去开门，然后把妖关在了门外。妖想着让大禹冷静冷静，便离开了。妖刚走，王志水又来了。这件事对我而言，就像你做一顿饭那么简单。可是我不想让你做饭。妖儿吃了大禹的闭门羹后，王志水来了。你来干嘛？我特地寻摸着一家卖酸辣粉的，绝对够酸够辣够味儿。你要是口重的话，我还拿了2个醋包。老子心里这酸着呢，你他妈还往这拿醋？滚蛋！心情不好可以吃一盘酸辣粉啊！大禹直接把王志水手里的醋包拍在他的脸上，撒了一脸的醋。王志水用舌头舔了舔，说：“挺酸的呀。”王志水看大禹真的生气了，转身就要走，却被大禹一把拽住：“滚进去！”大禹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。王志水趁机给他酸辣粉里面又加了一包醋。一会大禹过来吃，被酸的脸都变形了。王志水在旁边观察着，谁知大禹可能想以酸治酸，大口吃起来，连汤都喝完了。你为了那个不把你当回事的男人，你至于吗？没把你当回事这几个字深深刺激了大禹，揪着王志水来到阳台。再敢给我贫一句，你信不信现在就把你给扔下去？王志水有点儿恐高，小心地说：“容我多说一句，真的。”王志水想着让大禹开心一点，便逗他说：“其实吧，我40多岁了。”果然，大禹听到后惊得往后退了一步。王志水看到大禹表现后爆笑，大禹硬生生的被逼笑了。幺儿下班来到场馆，还没走到袁纵办公室，就听到严厉的斥责声：“听他的还是听我的？谁在听谁的？”袁纵气得把杯子摔在地上。就算当时情况特殊，临时下了命令，要让他出头吗？你不如让他身份敏感，他小，他不懂事，你们一个个不长脑子吗？幺儿从没见袁纵发过这么大的火，心里不免有些担心，不敢进去。一会施教官从里面出来，看到幺儿忧心的表情，说：“他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一会儿进去说话的时候小心点，免得挨骂。”幺儿在外面站了好一会，长舒了一口气才进去。袁纵仰躺在椅子上，眼睛微眯着，脸色依旧不好，但是在尽力克制。听到熟悉的脚步声，没有睁开眼睛，说：“窦家村火拼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”幺儿不由得紧张起来，不知说什么。只见袁纵睁开眼睛，松了松领带，然后说：“谢谢。”幺儿有点不理解，但莫名的心疼。但是以后不要再掺和这种事情。这件事对我而言，就像你做一顿饭那么简单。可是我不想让你做饭。幺儿还想要说什么，袁纵不想再谈这件事，要带幺儿去吃饭。我还有事要忙，就不在你这儿吃了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你就甭管了。反正不是你的事。幺说完便走。大粽子觉得幺儿肯定有事瞒着他，有些不高兴。拿镜子来给我看看。病房里没有镜子。少来，你丫兜里一直揣着一面镜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幺儿哄完大粽子，又去哄大禹开心，去给他送专门买的护肤品。刚出发便发觉汽车出了问题，然后停下车来检查故障。突然旁边闪出一个人影，黑豹特别王牌保镖，黑子。我是应该叫你夏公子，还是应该叫你袁总的小婊子？上回让着你，这回让你知道爷的厉害呀！两人展开了激战，黑子并不是幺儿的对手，一直处于下风，黑子被打倒在地。幺儿没有防备的慢慢逼近黑子，突然撒了一把白粉，
尽管幺儿反应迅速，仍被迷了眼。黑子对幺儿发起了恶犬般凶狠的猛攻，把幺儿打倒在地，踩着幺儿的脸在地上拖行。幺儿奋力反抗，婊子就是婊子，还挺护着你的脸蛋子的。老子今天非毁了你丫的容！就在幺儿感觉自己就这么要玩完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时候，黑子被一脚给踢飞了。大粽子是不放心一路追过来的，把黑子踢飞后赶到幺儿身边，看到幺儿的脸，大粽子心疼得无法呼吸。袁纵一身的狂暴怒气，如同雄狮猛虎般朝黑子发起血腥的报复，拳头如雨点般密集地朝黑子脸上砸去，拳拳见血，生生碎骨。幺儿怕袁纵下手过重闹出人命，赶忙喊道：“你快过来，我快不行了！”大粽子迅速跑到幺儿身边，抱起幺儿放车里就朝医院赶去。路上，大粽子不停地往后看着幺儿的状态，坚持得住吗？没事儿，你看你的。到了医院，袁纵抱着下药朝急诊楼跑去，医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，对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处理，然后出去看检查报告。大粽子寸步不离地守着幺儿，我是不是毁容了？大粽子心疼地抚摸着幺儿的脸，没说话。拿镜子来给我看看。病房里没有镜子。少来，你丫兜里一直揣着一面镜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袁纵艰难地从兜里拿出镜子，幺儿一把抢过去，看到受伤的脸，哭着说：“快，你赶紧走，我不需要你看，我丢不起这人。”袁纵握住幺儿的手哄道：“过2天消肿就好了。”那你过2天再来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护士说是股骨骨折，需要手术。幺儿本来想保守治疗，又转念一想，静养很多天，我又伤在下半身，意味着恢复时间越长，下半身解放的日子就会越久，便改口说：“那我手术。”袁纵的心在滴血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紧紧地握住幺儿的手。突然觉得你特招人稀罕。幺儿受伤手术后，躺在床上给大粽子说，怕妈妈承受不了，先瞒着她，等着伤好点再告诉她。你怕她受不了，就别惹事儿。啥叫我惹事儿？是他偷袭我的。那你非得跟他动手吗？如果当时你跑了，至于落得这个下场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生活和比赛要分开，你不要总拿格斗场那些礼数拿到生活当中去套用。在自保的前提下，你用多阴多险的招数都不过分。偷袭本身就是件缺德事儿，你跟他讲什么道义？知道了。袁纵一想到幺儿是为了帮衬自己才受的伤，心里就不是个滋味。我困了，睡吧。说完，袁纵握住幺儿的手，好让幺儿知道他一直在，让他安心的睡。幺儿很快就睡着了，一会给疼醒了，握着的手不断给幺儿打气。幺儿看着眼前的人，好像没那么难受了，慢慢又睡去。过了几天，幺儿脸上的伤好了不少，也有精神了，问大粽子：“我的脸完全恢复了吗？”“差不多了。”“差不多是差多少啊？”“基本看不出来。”“是吗？”说完，幺儿开心地笑了起来，趁着袁纵弯腰收拾床的时候，猛地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。“干嘛？”“没事儿，突然觉得你特招人稀罕。”这时夏妈开门进来了。“儿子，快让妈看看，你伤哪儿了？”“哎呦，没伤，这儿都好多了嘛。”“哎呀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那开个车注意就不能集中点啊！”“哎呀，车办了出故障了，我也没辙呀。”“哎呀，行了。没出大事就好。啊，死妈了！你要出个事儿怎么办呢？”“哎妈，没事。”袁纵不忍心打扰母子两人，刚从病房里出来，就看到妹妹来了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我来看看她，探个病不行啊？”“一会儿你去病房看她，不要对她脸指指点点，尤其不能提大小眼的事儿，听到没有？”“哦。”说完便进去了。袁如看到下药的眼睛，一直憋笑。袁如担心自己一会说漏嘴，聊了一会便要走。刚走到门口，一护士说一会要做个眼部检查。夏妈问：“检查什么呀？”“护士说让她做一个大小眼的检查。”说完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。“哎呦喂，哎，你要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，真的是眼大眼小。呀，儿子是怎么弄的呀？啊，你快来，快让妈看看。”袁如尴尬地把检查单丢进去，在门外懊悔着自己的漏斗嘴。再敢动我们家孩子一根手指头，我血洗了你们黑豹特委！在门外懊悔自己漏斗嘴的袁如，刚想走，就看到大宇走过来说：“哎，你是来找夏药的吗？”“是啊。”大宇不想搭理他，袁如拦住他说：“我跟你说啊，进去以后千万不要对夏药的脸指指点点，尤其是不要提大小眼的事儿。”
我跟他说什么聊什么，用得着你管吗？说完便进去了。袁如生气的走了。大宇进去之后，幺儿把妈妈支开。大宇看到幺儿的模样，心就像被刀扎一样。你不是要跟我决裂吗？你不是受不了我吗？还来看我干嘛？大宇心很疼，但嘴硬呀。我就是想来看看你遭了多大报应。有人还不乐意，还有提大小眼的事儿。你说你都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了，你还怕别人说啊？幺儿瞬间脸绿了。大宇继续说着，不光眼睛不一样大，脸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的，鼻子还肿了一截，脸也不一般大。我还有更大的笑话，你看不？看呀，为什么不看？就见幺儿从柜子里拿出那套护肤产品，塞进大宇的手里。你送我这个干嘛？胡强，你说干嘛？哄某个孙子开心呗。说我不够关心他，说我对他态度有问题。我大中午不吃饭，跑去给他买护肤品，晚上一下班急着给他送过去，结果车在路上出问题了。听完，大宇瞬间觉得自己不能释怀的东西变得没理了。幺儿接着说：“你说我藏着掖着，我前2天给你打电话，求着你哄着你，是哪个孙子不鸟我？你说我磨磨唧唧，你倒是给个痛快啊！啊，行，你是病人，你最大，你说什么都对，行吧？”大宇谢幺儿给他买的化妆品，幺儿开心的踹了他一脚。傻站着干嘛？坐。我自个儿罚站行了吧？在一个废弃的大型仓库里，几个人在往一辆车上小心翼翼地装着秘制武器。有2人在闲聊，其中1人就是黑豹特卫的老总豹子。黑子多半是废了，还留着吗？黑子也 K2了，夏卫东的孙子他也敢斗，说他活腻歪了都是抬举他。你见过夏药吗？有那么帅？他不是每年都参加那个搏击大赛吗？我可是热心观众。大哥，帮我了，一场都没落过。此时，大粽子出现在仓库的横梁上，瞅准车的位置，直接跳到车顶。司机一下猛了，车失去了方向，撞倒汽油罐。大粽子1人对战豹子，他们4人，但很快便制服了豹子，说：“再敢动我们家孩子1根手指头，我血洗了你们黑豹特卫！”说完便潇洒走人。这时洒在地上的汽油燃烧起来，火势越来越大，豹子迅速背出铜火，就看见大粽子身后的仓库开始爆炸。由于车里装的东西特殊，不能报警，豹子只能吃了这哑巴亏，打电话让人来处理现场。贱货！你呀，明明跟夏瑶在一起，还出来勾引别的男人，你对得起夏瑶吗？6个月后，大宇以为幺儿和袁如在一起了，担心幺儿被袁如骗，让王志水辞去工作，并他10倍工资，让他1天24小时监视袁如，一旦有不检点的行为，就告诉他。怎么样？这轻松又赚钱的活，谁不乐意干？王志水转身就走，被大宇叫住，又给了他一些钱，让王志水把额头上的疤处理一下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说完，王志水开心的拿着钱走了。这二逼怎么越看越顺眼了呢？晚上，袁如和一保镖学员开心的从商场出来，就听见：“袁如，贱货！你呀，明明跟夏瑶在一起，还出来勾引别的男人，你对得起夏瑶吗？”不提夏药还好，想起夏药，袁如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心想，要是真能跟夏药在一起，被骂这一顿也值了。嘿，我这暴脾气！孙子，你要给我滚出来！躲到堂上算什么玩意儿？王志水拿起准备好的鸡蛋就朝袁如扔去，袁如瞬间爆发，直接骂起来：“孙子，你要给我滚出来！在哪呢你？不等到我今天不他妈的笑死你！”王志水一个接一个的朝袁如丢着鸡蛋，不给他们喘气的机会。这边幺儿和大粽子正在吃，这有助于伤势恢复的大餐接到了妹妹的求救电话。就在这时，王志水走出来朝他们丢最后一个鸡蛋。袁如看到王志水便挂了电话，开始追他。幺儿和大粽子一起去找袁如，开始保镖学员在前面追后来。你还是因为肾虚所以跑不动了是吗？学员累得直接躺在了地上。袁如不知道追了王志水多久，追到门口，大宇赶来了，幺儿和哥哥也赶了过来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老跟我过意不去啊你？不是，你们俩咋凑一块儿了？咱先不说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这女的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丫背着你跟别的男人约会。啊？背着？我跟他压根儿没有在一块儿，我用得着背着他吗？我就算没在一块儿，也8、9不离10了吧？8、9，0.5都没有好吗？袁纵生气的一拳扫出去，
结果王志水替大禹挨了这一拳，大粽子还要去打大禹，被幺儿紧紧抱住。王志水被这一拳直接打懵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滚！大禹从没给幺儿说过这个字，幺儿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王志水趴在大禹身上问：“刚才有没有很感动？有没有很感动？”哎，我说你是不是不用上医院了？啊？你说你逞什么能？啊？当时哪想那么多？我还用得着你保护？这天，王志水开着车送快递，由于他2次受伤都没好利索，大禹开车专门来逮他去。瞎跑什么？医生不是不让你乱跑吗？走，跟我回去。我这还有好几个没送完呢。放我车上，我车快。我这车怎么办呀？先放这儿，等看完病再来过来开。你这破车没人偷。送完快递去医院的路上，大禹终于忍不住问：“你说我也给了你不少钱了吧？按理说你应该不缺钱了，你怎么还一天到晚搁这穷折腾呢？我就问你那些钱哪去了？我也没见你花呀。攒着呀。你攒钱干什么？养妞啊！”大禹看到王志水的表情，知道他没说实话，但也没再继续问。昨晚现原形了。大禹拉王志水到医院之后，大禹在外面等王志水检查，突然手机响了，袁如一口怒气地说：“我跟你说，无论你现在在哪个病房，现在马上给我滚到医院大门口来，姑奶奶我在这儿候着你呢。”袁如因为被砸了一身臭鸡蛋，一直在找宣大禹，碰巧朋友取快递发现了他，袁如便一路跟了过来。有事吗？废话，你他妈这是什么态度？砸我一身臭鸡蛋就这么完事儿了是吗？你说你没跟燕儿在一起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瞎亲口承认的，还有什么证据啊？你俩没在一起，你俩没在一起，燕儿去你哥公司培训，你俩没在一起，燕儿大过年的帮你哥忙前忙后，那是因为你俩没在一起，燕儿还能拉燕往哈尔滨跑，啊？你还说你俩没在一起？我还想知道呢。说完，大禹便走了，袁如更搞不明白，为什么呢？紧接着也走了。王志水检查完从医院里出来，找不到大禹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便坐公交走了。晚上大粽子化身袁大厨，到幺儿家特意来给母子2个吃货做饭吃。幺儿拿着被揉搓烂的菜走过来，哎，一边待着，别给我添乱。幺儿生气的扔下菜就出去陪妈妈。刚坐下，夏妈就问：“儿子，男孩是不是特别招女孩子喜欢啊？”谁喜欢他那种糙老爷们儿啊？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就特想嫁这么一个男人。我一看到他，也想年轻20多岁了。那是您那个年代的想法，现在的女孩都喜欢花美男。那你怎么还单着呢？我又不属于花美男，我和袁总是一个系列，我们俩有啥区别？夏妈不想打击幺儿，心里想，区别大了。王志水找到快递车后，给大禹打电话，这次竟然打通了。王志水听出大禹已经喝醉了，便要去接大禹。我今儿就算死在这家会所，也不用你管。王志水听到会所2字，就想起第一次见大禹的那一晚，开着车就赶了过去，到那就找到了大禹，把他弄到车上，一会便到了王志水租的房子里，把他放到床上，脱了衣服。大禹还在碎碎念，说着自己的青春幺儿是他最好的兄弟。行，我就是下药，睡觉吧。装，你还接着给我装。你说你冒充谁不好啊？你非要给我冒充妖？你有那个硬性条件吗？你是王志水。哎呦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睡觉吧，困死了。你是王志水，我知道你是王志水。好不容易睡着，王志水被鸡叫声给吵醒了，抓到鸡，拿刀就要放血，结果邻居家灯亮了，吓得王志水抱着鸡就跑回了房间。鸡没抓住，满屋飞洒的到处都是鸡血。最后解决完鸡，又给大禹擦了擦身上的血，把屋里的血迹都擦了一遍。刚躺床上，大禹手机来了条短信，王志水一看是夏要找大禹，便把位置发给了他。第二天一早，幺儿便来到了王志水家，看门没锁，就推门进去了。看到房间内的情景，夏要如遭雷击。你呀，隐藏的够深的。幺儿，你得听我解释啊，幺儿。大禹正懊恼的时候，哪来的鸡毛啊？怎么还有漏网之鱼？哎，你别碰我，浑身都疼。大禹疑惑地看着王志水，你昨晚现原形了？那你在王志水家喝醉那晚上，你把他想成谁了？幺儿来找彭泽玩，把大禹和王志水在一起的事告诉了他，然后又说：
前2天我还琢磨大禹和王治水合伙欺负袁如的事儿，一直想问，打电话就是不接，结果又整了这么一出重口味的事儿。现在彻底明白了，啥也别问了。大禹的嘴可真够紧的。不过，那场面明显强迫性的，特别血腥。彭泽又接着问幺儿，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是不是就会有感情？废话，养只猫养只狗待在一起时间长了，还难舍难分呢，更别说人了。习惯真是一个特别看人的东西。幺儿有点疑惑地问：“你问这干嘛？”没什么。过了几天，恢复了正常状态。幺儿在大粽子办公室玩着玩具车，吃着零食，好不惬意。施教官进来说大禹来找他，幺儿本想不见，得嘞，那我现在呀就找几个人把他撵走。哎，算了，我去了。说完便出去找大禹。其实我和王治水没什么，那天我就是喝多了，他正好过来接我，然后就是你看到的那样了。我就纳闷了，你怎么老整这种事儿？我又怎么了？幺儿接着说，上次两人都喝醉了，被大禹捆绑在床上那次，大禹解释说那天喝醉了，把幺儿当成王治水了，所以才虐待幺儿，啥也没干，就是打了一架。那你在王治水家喝醉那晚上，你把他想成谁了？大禹有点难以启齿，然后又神神秘秘地说：“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不许告诉别人。”你说。大禹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怀疑王治水他不是人，是只鸡精。”幺儿听后爆笑着说：“太他妈扯了！这事儿你让我告诉别人都不会。鸡精。”你先别笑，你听我说完。大禹又说，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看见一只鸡飞到床上，像跳大神一样，还看见王治水也跟着一起窜，最后二者混为一体，那只鸡不见了。你丫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啊！起初我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但是第2天早上我真的在枕头边发现一根鸡毛，真的鸡毛。这事说完，把幺儿乐得不行了。大禹还想着调查一下。晚上，幺儿靠在大粽子的肩膀上玩游戏，大粽子怀里躺着一个小心肝，忍不住耍小孩心性，在幺儿手机屏上乱划着，房间里响起幸福的抱怨声。睡觉前，幺儿给大粽子说：“周末陪我哥们一起吃个饭呗。”又是宣大禹啊！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他就那脾气啊。大粽子没说什么，算是答应了。我说你是不是没见过男人啊？见过男人也没见过这么男人的男人。幺儿和大粽子约好和朋友吃饭后，第2天便给彭泽打电话，让他叫着女朋友一起来。大禹挂了电话就给刘轩打过去，这时李真真来了。彭泽迅速挂了电话说：“周末陪我去个局呗。”干嘛叫我啊？怎么不叫女朋友？那丫头不乐意去，所以我想你陪我去，陪我去热闹热闹。李真真听到别人不愿去才叫她，便不想去，但架不住彭泽的软磨硬泡，便说：“好。”王治水在镜子前臭美，听见大禹手机响了，看是夏要打的，便顺手接起来。幺儿便把晚上吃饭的事告诉了王治水，并叫他一起去。一会儿大禹洗完澡出来，王治水说：“夏要来电话说晚上一起吃个饭，几点？在哪？7点，地址都发在手机上。”王治水又接着说：“夏说晚上让我也一块儿去。”你去干嘛？有他妈你啥事儿？给你撑门面呀！你是去给我撑门面还是塞我面的？反正人夏都请我了，你可以不去，但你不能阻挡我去。行，那到时候我就装不认识你，别跟我说话，到时候。说完便去换衣服。晚上袁纵和妖到的时候，大禹和王治水便过来迎他俩。谁知王治水冲着袁纵说：“大神，我特别喜欢你。上次你给我打的软组织挫伤，我都没舍得治。哎呀，上次那事儿就是误会，你就给我签个名吧。”这人一被爆菊，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，穿的也不土了，品味也不低了，一口气跻身上流社会了。我今天是来炫富的。幺儿把打火机拿在手里把玩，打火机挺酷哈。那是大禹哥送给我的。幺儿看了一眼大禹，难掩嫉妒之心。王治水又说：“
怎么样？全球只有99个，你有钱都买不着。幺儿又看了一眼大宇，大粽子看出幺特别喜欢这只打火机，又不知说什么，便叫幺儿进去。4个人在包厢里边吃边聊天。大神，听说你们公司的保镖都被大牌明星雇佣是吗？我大宇哥要筹拍电影了，我当男1号，要是我火了，成大明星，哎，我雇你当我保镖怎么样？袁纵没搭理王志水，幺儿不屑地笑了一下。大宇冲王志水说：“我说你是不是没见过男人啊？见过男人也没见过这么男人的男人。”一会，彭泽带着李真真终于来了。你不是说带刘轩来吗？怎么换人了？今天大家都没带姑娘，我带姑娘多扫兴。再说，像我们这样青涩的爷们局，聊天多带劲。李真真坐下之后，眼睛就没离开过袁纵。彭泽问他喝什么，也没有回应。幺儿也看到了李真真那渴望的小眼神，接着就介绍起朋友来。这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彭泽，从来就没分开过。这几天不见，我就非常惦记。幺儿说完大粽子，便和彭泽碰杯喝了一个。这是李真真，我22岁，上大3，平时兼职淘宝模特。喏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夏药看不惯李真真那副招人样，但也不好意思说什么，接着介绍起大宇。这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，从小穿1条裤衩长大的。以前的事儿就那么算了。这脸皮。介绍完几个人，边吃边喝边聊天。一会，王志水刚从房间里出来，就被袁纵叫住：“10万，买你的打火机。”不行，这是大宇哥送给我的。那这样吧，我拿我这只手表跟你换怎么样？王志水心想，手表肯定比打火机值钱。重要的是，以后等袁纵影响力大了，一出手就能翻好几倍。转念又说：“不行，千金不换。”袁纵看他油盐不进，便一把抢走的打火机，强制给王志水付了钱，把打火机送给幺儿。宝宝们这样的大粽子，想不想要盛世马上剪完了。大家下一步想看什么？我把这1年包养小明星的钱都贡献给你了。瞧你丫凑的这个数，我是故意的。幺儿来到场馆，看到施教官问：“嘛去？”去交材料。咱们公司要申请一个慈善基金会，专门扶助那些退伍的残障老兵。幺儿又问：“除了公司出资之外，学员会不会捐？”那就看个人意愿了。不过这种行善积德的事儿，大家应该都愿意吧？先走了，行。晚上回到家，幺儿就端着牛奶给妈妈献殷勤问：“妈，我这2年存了多少钱啊？50万。那我可以把这些钱都取出来吗？”不行。妈，其实是这么回事儿。袁纵他们公司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，我和他关系这么铁，不意思哪成啊，是吧？真的是为了这事儿，不是为了别的？我发誓，绝对只是为了支持朋友的慈善事业。夏妈一想，袁纵对幺儿不错，还经常来看自己，人品也不错，做慈善是应该支持一下。说给夏药凑够20万。那行吧，我就当众宣布，这是我和我妈共同的心意，一共就20万。哎，拉我干什么呀？您可以不捐，但我总不能不给您留个名吧？夏妈在幺儿的激将法下思虑片刻后松口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2张存折你都拿去，到时钱就知道瞎折。夏药激动地在夏妈脸上亲了一口。第2天上班的路上，幺儿先给彭泽打电话筹集善款，最少也要50万，不然别说你是我哥们儿。哎，行，怕你了。哎，好。挂了电话就给大宇打过去。大宇本来就是袁纵为敌，幺儿刚说完打电话的目的，大宇便说：“你甭指望我捐1分钱。”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夏药只好作罢。慈善基金会成立仪式开始之前，夏药担心袁纵不收自己的钱，便让施教官把自己的50万全记在彭泽名下。仪式正式开始，主持人一个一个地读着捐赠者的名字及捐赠金额。读到彭泽的100万之后，顿了一下说：“在我们今天的现场，有一位爱心的商业人士没有到来，但是他也是对我们本次的活动给予了很大的肯定。他就是夏药的好友宣大宇，250万。”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夏药也很惊喜，拿出手机想给大宇打电话，就看到大宇发的信息：“老子把这1年包养小明星的钱都贡献给你了。”
瞧你丫凑的这个数，我是故意的。基金会成立后第2天，幺儿便来到大禹拍摄现场。王志水是男1号，这边导演让休息一会。王志水走过来说：“哟，你俩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样？哎呦喂，累死我了！”刚坐下，夏药眼神便停留在王志水腿上。夏药又想起不堪回首的那一幕。你的腿怎么这么白？我这还晒黑好多呢。夏药朝王志水慢慢走过来，王志水有点不自在。突然，幺儿猛地去掰王志水的腿。嘛呢？干嘛？这大禹8年前，不对，哎，已经9年前了。你有没有视频裸聊过？哎我，要不然咱换个地儿，他就这2条腿上吊。快说，到底有没有视频裸聊过？9年前电脑是啥我都不知道。对呀，他9年前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呢。夏药冷静了下来，咱就说那一幕对幺儿造成的心理阴影真是不小呀。宝宝们，下一步想看什么剧呢？粽子，你还好吗？我顶得住，你继续找。去拍摄现场看完大雨后，回去的路上正堵着车，几个施工人员跑到公路上来，挨个敲车窗，跑到夏药车旁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我们有人追警了。消防武警呢？没打电话吗？打了呀，都这会儿了还没过来呢。夏药心想，现在这么堵，那消防车肯定过不来。这寒冬腊月的，在井下多待1秒就少1分生存的希望。随即就把车开到路边，跟着民工跑到现场。掉下去多久了？差不多20分钟了。20分钟了，这井这么深，下面全都是水，这人在下面肯定都冻僵了。这绳子就算放下去，他也拽不住啊。我下去了。说完，夏药把绳子绑在身上，慢慢下到了井底，把绳子绑在了坠井人的身上。上面的人一点一点的往上拉，一会有人喊，夏药便把燕儿，你听见了吗？听着啊，燕儿，快点把我绑上，放我下去。袁纵急匆匆地下到了井底。燕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总算找着你了。大粽子，我好冷啊！再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上去了。大粽子安慰着幺儿，把绳子绑在了幺儿身上。幺儿却说：“我要跟你一块上去。”不行，我们俩分量太重了。你先上去，我自己一会儿往上面爬。等你到井口的时候，我已经爬上去了。我不信，这井比什么滑？你怎么爬得上去？袁纵拉了一下绳子，示意往上拉，眼看幺儿就被救上去了。结果绳子被磨断了，幺儿又掉落到井底。绳子断了，我哪知道啊？再去找一根去。貌似有1根绳啊。叔叔，你要是老老实实的，现在咱俩都上去了。绳子自个儿抓的，不爱我。袁纵为了不让幺儿泡在冰冷的水里，哄骗他说有绳子掉下来，让幺儿踩自己肩膀上去找绳子，自己则只有头露在水面上。大粽子，你还好吗？我顶得住，你继续找。幺儿根本没有看到绳子，才意识到大粽子的用意，哭喊道：“你把我下来，你让我下来！别吓到，老实待着。你一个人扛不住2个人的压强，放我下来！”袁纵的手腕猛地抖动一下，让幺儿骑在自己肩膀上，为了不让幺儿乱动，死死抓住他的手。幺儿失声痛哭，发出让人肝肠寸断的绝望和嘶吼。谁能救救他？就在幺儿无助的呐喊时，施教官带着人来了，朝下面喊道：“教官，总教官，能听见吗？你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救你上来。先救袁纵。”紧接着，大家开始施救。夏药和袁纵是在一个房间内抢救的，夏药只是伤了筋骨，受了寒，很快就醒了。看到袁纵还没醒，便叫袁如。袁如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等你哥醒了，别把他脚趾头的伤告诉他，我怕他接受不了。可是他早晚会知道的呀。啊，谢谢阿姨。这样，我慢慢的、婉转的跟他说，让他有一定的接受时间。
这时大粽子醒了，哥，你终于醒了。大粽子醒来第一眼便看幺儿，确认幺儿的安危。哭什么？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？你脚趾头都没了。幺儿恨不得给袁如一巴掌。没就没吧。可是脚趾头能掌握平衡，就算是断了一条腿，老子的平衡能力也是杠杠的。幺被大粽子的话总算逗笑了。可是你脚趾头都没了，你以后无聊的时候抠什么呀？我人生的乐趣还真不指望靠它什么。幺儿说现在有项技术可以把断掉的脚趾放在肚皮里养着，养好了再给接回去。又接着说，你要不这样，把你断掉的那节搁我肚皮里养，等养熟了我再给你生下来。小瑶还拼呢。夏妈接着说已经联系好了，美国医生给袁纵进行骨骼重造，让破损的肢体恢复到正常的功能，等年后就带袁纵过去。几天后，幺儿正坐在病床上吃着泡面看电视。